有个关于食堂的好消息要告诉大家。来，干啥好事？食堂换承包商的事啊，进展神速。根据后勤部传来的消息啊，经过层层筛选，现在只剩3家做最后的竞争。因为价格相差不大，林总给了建议：食堂不能光看价格，也要看口味。最后决定每个部门出2个人去食堂试吃投票，试吃大会就在明天。那我们部门谁去啊？哎，这种为全公司员工把关的事，大家肯定谁都想去。但是名额有限，为了兼顾公平，经过我再三考虑，抽签。对，这样最公平了，谁都没意见。对。看到袋子里面的纸片了吧？里面有2张写的字，谁抽中就代表咱们部门去参加。这纸上都写的什么呀？这抽到你就知道了呀。谁先来？抽到。林总，这么热闹，就是那个试吃，我们打算抽奖决定，你要不要参加？不行，这样会降低概率的。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你的意思是欢迎我参加的意思？当然，换食堂是林总你的决定，功劳最大，理应参加。小聂说的对，我们再加个纸片啊。谁先来啊？我要掌握自己的命运。行，你先来。主管，你摇晃的不充分，我的命运一片空白。林总，我最后吧。啊，行，那我先抽了。诺，来，那来吧，同志。来。是不是这个吃货？这个的确蛮适合你的。就是这个，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吃货了，将在林总和小聂中间产生巅峰对决了，谁才是我们管理部最后的吃货？一起吧。好。糟糕，小聂才是那个吃货。我没降低概率吧？完全没有，谢谢林总。那这个伟大的任务就交给小聂和崔琴了。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就是同事之间的谦让啊。那怎么不谦让我呀？谁让你抢着第一个抽的？啊，好了，我要工作了，明天还要翘班试吃呢。一定有问题。人都到齐了吧？今天啊，我是特别的高兴，因为咱们食堂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。大家对我们食堂有意见，这个我知道，因为某些原因，我们也是无能为力。但是，难吃的日子终于要过去了。这次啊，我们为大家精心挑选了3家食堂承包商来供大家投票选择。为了保证绝对的公平，3家承包商的名字用艺名来代替，分别是红烧肉、锅包肉，还有啊回锅肉。锅包肉是东北菜吗？回锅肉是川菜。不代表菜系，
也就是个代号。华总，你也来了？我可是抽签来的，快开始吧，菜都要凉了。好好，最后一句，请大家尊重你们手中的选票。开始，大家排队取菜。林总，你也来了，正好饿了，来蹭个饭。欢迎欢迎，要不帮你拿些菜？不用了，我去找我们部门的人。好，那边。每个闻着都好香啊！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每样只能取一点点，不然2家吃完就已经撑死了。你似乎有点低估自己。林总，你也来了？没抽到签，只能刷脸来吃点了。可惜没有投票权。那怎么可以啊？这换食堂的事可是林总你一手主导的。那我和小聂共用1张选票吧。啊？有意见？抽签的时候，没有没有，这是我的荣幸。取样这么丰富？当然，我可是负责的人。你取样也太少了吧？那这样的话，那我要80%的投票决定权。你怎么临时制定规则？花总的态度也太科研了吧！开动！开动！好吃。哎呀，一口都吃不下了。我打算投票给回锅肉。我要投给锅包肉，他们家的最好吃。啊，这锅包肉夹也太甜了吧？不会啊，如果我自己吃的话，还可以再甜点呢。但是考虑到大家，这个甜度正好啊。你们无锡人真恐怖。不过你还要看林总啊，你们不是共用选票吗？我个人比较喜欢红烧肉。你再体验一下。投票可以听你的，不过我觉得你中意的这家多半要落选了。我放盘子去。这是让我投票？不是啊，我们肯定要投锅包肉的。但你不是还有20%的权利吗？我要尊重这20%，所以把写的权利交给你。小聂，你是懂权力分配的，谢谢你给我参与感。红烧肉1票，回锅肉1票，红烧肉1票，回锅肉1票。完蛋了，以后不能在食堂里吃到这么好吃的饭。这么喜欢吃甜的？红烧肉1票，真的不算很甜。我刚刚询问了一下这家承包商旗下有哪些餐厅，我带你一家家吃过来。
我宣布，最后投票最高票数为回锅肉。在想什么？在认真考虑你提出的诉求。有结果了吗？哪有那么快啊？有好多问题呢。比如说，如果食堂承包商要走招投标流程的话，那光伏小花园是不是也要走招投标流程呀？你说的，我的诉求，是说光复小花园。啊，这不是林总你半夜3更严肃交付我的工作吗？所以答案是什么？不一定要走招投标，老板你随意就好。好，那我尽快做一份方案发给你。不过，我觉得我好像承担了额外的工作。公司你有没有什么补偿啊？比如说加班餐补什么的。这个肯定要有，不过做工账大概不合适，做我私账怎么样？这个糖醋肉看起来不错。哦，花菜水。我们来了。食堂变好吃，有好处也有坏处。总结一下，还是坏处多。说来听听。第一，人变多了，排队太长了。第二，太好吃了，我就吃多了，变胖了。可是我记得刚入职的时候，有人跟我说，变胖是因为食堂太难吃，心理不满足加餐导致的。谁？谁说的？世间竟有如此谬论。小狗说的。说起来，你们怎么这么快啊？都吃上了，不会是没下班就跑过来了吧？来，喝点果汁补充点维生素。看破不说破啊，只是提前了几分钟而已。羡慕啊！我们头顶2座大山，动弹不得。我们还羡慕你们呢，每天都有林总这样的大帅哥养眼。这有什么好羡慕的？又不是我们的。西光，哎，对了，西光，最近食堂变好吃了，你晚上怎么反而总去外面吃啦？快点吃，一会儿12点半人家要送年会礼品过来，我们要去清点的，快点吃。哎，这个好哎，这个我想要，那个我也想要，不愧是我们选的东西都那么实用。这些我都无所谓，我只想抽到带薪休假。这个谁不想要啊？志群，一会儿3点，张总、林总和采购部有个会议，你来做一下会议记录。主管，我下午要去厂区的，不确定几点回来啊。主管，我去吧。行，那你也可以。你想说什么？不躲着林总啊？你在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躲过？你有官方承认吗？受客观因素影响，采购部的许多供应商需要重新筛选建联。林总前一阵子给了我们一份12年公司重点采购原材料的外部询价清单，帮助我们更快地理清了供应商名单，
再根据我之前对各大厂商合作下来的印象，我们采购部初步拟定了供应商考核列表。首先是光伏玻璃这一块儿，我们最推荐的是这2家厂家，奇彩玻璃和明岩玻璃。价格角度而言呢，奇彩比明岩高出5%左右。不过奇彩的品控和产能更稳定，而且这几天我也联系了一下，他们在技术方面又有突破，非常热情地欢迎我们去实地考察。奇彩玻璃是我们的老朋友了，他们的管理层的确非常注重研发创新与品质监测，你们可以考虑飞一趟去看看。正有此意，我是打算去一趟。我和奇彩的吴总之前有过一面之缘，这一次我也飞一趟吧，争取一次把事情谈妥。王琦，你和我一起去。不知道是几号去啊？年前园区有很多会议和活动，之前张总让我参加，我怕时间上有冲突。哎，管理部门这次给我们的这份询价清单做得相当详尽，不知道是谁做的？其实可以考虑带他一起，我这边也带上我们王鑫总。这份询价资料是我最近让小聂整理的。不过王琦提醒我了，临近年底也要看看部门最近的工作安排，也可以就我们3个去，你们先和对方沟通一下时间。好。那今天的会议就先到这里。好。小聂，等一下。小聂，你刚刚的目光很不信任。因为你前科有点多。的确，不过这次不是，因为我还在左右为难。为难什么？方式方法，我觉得追求这件事应该光明正大的。可是如果在公司这么做，又难免产生一些流言蜚语，对你不公平。你考虑的有点多。事情如此，当然要考虑周全。不过也有办法，小聂，你不要微服私访了，怎么样？这样风言风语，多半就冲着我来了，我就可以大显身手了。林总，这份文件张总那边说先让你看看。出差的事情，你先自己考虑一下。我实在是忍不住了，希光，你要跟林总出差，就2个人，天哪，我就知道是有情况。叶希光，你要是再不承认林总在追你，我就要跟你绝交了。嗨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以前是一个很勇敢的人，喜欢一个人就会勇敢的去追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连被人追求都这么扭扭捏捏。林雨森说的没错，他追我并不是我的负担。就算现在我还没完全放下，也没有必要这么躲躲闪闪。我曾经那么勇敢地追求过一个人，为什么不能同样勇敢地被一个人追求？那跟我的问题有什么关系？有呀，关系就是你猜对了，他是在追我。真的？很认真，很认真的那种。
不回消息，不礼貌。难道睡了？喂，刚刚在洗澡。请问聂小姐，加油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加油？你刚刚给我发的短信。啊，发错了吧？发错了？我还以为存心想让我失眠。怎么会呢？那真令人失望。那如果没发错呢？你想告诉我什么？是想告诉我，虽然革命尚未成功，我仍需努力，但是政策已经向我开放？你的理解力有点高端。那方向正确吗？有2件事要跟你说一下。你说。一件事，我想去出差，我想去溜达，不是，去见识一下。好。还有一件事，我喜欢你正大光明的大显身手。也许一开始会有流言蜚语，但那是流言蜚语的错，不是你的问题。请不要束手束脚。当然，如果半个月之后流言蜚语还是针对我，那你也扭错了。说明我没有做好。对，所以你要加油。如果到时候我的每个朋友都跟我说，希光，林总对你不是认真的，你要小心，那我就飞快的跑路。这样，那你把你的好朋友名单给我一个。那没有，我怎么可以帮你作弊？好了，我说完了，我要睡了。林总晚安。怎么啦，林总？还有事？有。小聂，订票。
居然色令智昏，做出了如此轻率的决定。七彩玻璃竟然在广州，要搭飞机。小聂，到你了。来了。我有点恐飞。去年呢，我们厂升级了光伏玻璃生产线，并且优化了生产技术，而且呢，新增了新的纳米涂层设备，用于制造和生产我们厂自行研发的自洁玻璃。这边右边呢，都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生产厂房。刚刚听陈总说，双远扩建了生产线。是的，27厂区预计年后完工，上半年投产。这个时候逆风操作，我得叫你一声兄弟，英雄所见略同啊！哪里比不上吴总埋头苦练内功，在下一轮浪潮里，奇才必定独占鳌头了。嘿，我係小打小鬧，不值一提啦。这次林總能夠親自來，我很驚喜啊！先一看，哇，邊度來個良宅，總有幾分民俗。想起來了，之前啊，在上海跟朋友喝茶的時候就有見過面呢。3年前了，那個時候萬萬沒想到和吳總還有這樣的緣分。誰說不是啊？我記得你之前係醫生嚟㗎嘛，怎麼突然搞光伏啊？盛遠對雙遠可不上心啊，下面的人更是……怎麼，有人得罪過吳總？就是你們之前那個採購部部長啊，撥款就算了，而且借口說我們品控不行，這不是敗壞我們名聲嗎？莫總，對，就是姓莫，丁嘛，他在你們公司口碑也不怎麼樣。之前有条件比较好的宿舍被莫总的亲戚插队抢走了，林总知道后费了好大的劲才帮我们要回来。之后莫总就一直……哎，難不成他還敢給你臉色看？不提了。大家咗就是呢個人盤根錯節。哎，他現在不負責採購這塊嗎？去年底聲源總部內審，他被查出來在總部任上有經濟問題，後來連帶查到他在雙遠任上也不乾淨，所以只是沒想到他還得罪過吳總，我一定要把這事反映給外公。哎呀，咁大個好消息，你怎麼不一見面就告訴我啦？不用反映給盛老爺知啦，小意思。我不是小氣的，我只問一句，他進去沒有？差不多。阿盛啊，你一來就給我出了口陳年惡氣。我這個人啊，最相信風水玄學，我倆的八字相合，回頭啊，大家都高樓高樓啊。求之不得，我才入行，正要向五哥多多學習。肯定的啦，咱們真正是上下游一家，一榮俱榮，一損俱損。其實我對姓莫的不滿，也不完全是因為私人恩怨，最主要是他跟我們這邊斷了，轉頭就採購高價日本產品。事實上這幾年國內光伏玻璃品質完全追上來了，與其崇洋媚外，實在是沒必要啊。的確，光伏產業上下游完全國產化只是時間問題。冇錯。哎，說了這麼半天都沒有聯繫方式，來，都加個微信啊。走，我們接着看。哎，妒忌報警了。
今天在我们厂的贵宾厅用晚饭集合，就在前面啦。林总，别嫌弃啊，我们自己家的卤味和叉烧做的比外面大饭店还要正宗哎。那我们先体验一下七彩贵宾厅的品控如何了。哦，对了，西北那邊有好幾個電站項目，馬上就要招標了。阿生啊，你有咩打算啊？以前接触的都是他们公司高层，还是第一次见吴总本人。原以为只是借着爱乐集团庇佑的二代，没想到对业务这么了解。乐商是这样，低调务实。哎，那今天谈的条件，价格上再压一压。行，那我唱白脸，林总你唱红脸。那个，你们都下载那个微信了吗？下了，不过用的频率不是很高，主要用来跟女朋友聊天。我前阵子才下，用的不多。不过这个软件以后大概率会是主流。肯定的呀，免费的多香。那到酒店有 WiFi 了，我也下一个。上个月英姐让我下，我没有下载。林总，你也不提醒我一下，害得我严重落伍。我的错，失职了。大家把身份证给我吧，我去办入住。好。给我吧，谢谢。林总，要不还是我来吧，小聂毕竟是……没事。我在网上订房的时候找了优惠套餐，可以免费享用行政酒廊，而且每个房间还赠送一个 SPA， 晚上11点结束。大家现在去还来得及。小聂做事啊，真是周到体贴。订酒店之前还特意问我酒店偏好，我说什么偏好都没有，我们住一间吧，你看着办。都是同事教的。走吧，在这边。你好 ，SPA 有空位吗？好，我半小时之后过去。有2个空位吗？好的，谢谢。是下载太多了。小聂，你要不要问问林总那边？他们男人多半不做 SPA， 正好咱俩一起去。好呀。也是。出差还要陪你加班啊？陈总让我问问你们的 SPA 券用不用，不用的话就他和我去。稍等，王鑫，那个 SPA 你去一下，别浪费了。男的还做这个？当然可以。王鑫特别想去。林总说王鑫总特别想去。那好吧。做不了 SPA， 那就出去逛逛吧。不过我吃撑了，就去买点东西，请你在酒店门口等我。几点？现在。那个，我出去买个东西。哦，好。你居然还换装？你不是让我加油吗？那多带一些衣服不是很正常？这叫发挥自身优势。我懂了，一表人才。我讲，你要去买什么？我要去买个新手机，旧的内存不够。走。走。这个是我们的最新款，颜色有这2种，
你朋友用的就是我们这个型号。好用吗？可以，反应速度很快。你可以拿个粉色的，跟你朋友的这个颜色很配。什么颜色无所谓的，反正我要换各种各样的手机壳，所以那就粉色吧。好。麻烦帮我拿内存最大的。好的。正好还剩下1台现货，价格一共是2498。请问哪位？哦，我。好。那需要拆开吗？我们可以帮你装机。好呀，那麻烦帮我装一些常用的软件，还有微信。哎，小姐，你之前用的也是我们的牌子，整个旧手机的短信通讯录和照片都是可以导到新的手机上的。哦，好，谢谢。等一下，我只需要复制通讯录就好，其他的就留在旧手机里吧。好。总算把微信注册好了。来，加个好友。你动作也太快了吧！一直盯着。你下载了新软件，我当然要第一个申请。你同意吗？我同意啊。申请通过，我的好友。陈总，我给您带了双皮奶。哦，谢谢。哎，不是出去买东西，怎么又给我带了吃的？本来是不想吃的，但是这家双皮奶特别有名，我吃了一下，觉得真的很好吃。林总还说，就他说怕你减肥，要是不吃的话再给他拿过去，免得浪费。那林总也太小气了，我当然要吃。哎，真不错，奶味很足。小聂，你跟林总是？哦，不是，我跟他。别紧张，我就是随便问问。没有，就是有些话，原本我不该说，但是我之前经历过一些事情，还是想提醒几句。我以前那个公司比双远大不少，你应该听说过。我一毕业就进去了，干了10几年，升到了采购部副总。我以为我会一辈子在这个公司了，但是我这个人吧，胆小怕事，收不了黑心钱，挡了人家财路，就有人针对我。职场上勾心斗角也很正常，但是他们偏偏就要用最下三滥的手段，暗地里编排我男女关系混乱。一时间，公司关于我作风问题谣言满天飞。这些人太恶心了，那你怎么办呢？能怎么办呢？也都是背地里指指点点，在我面前装模作样的。你说的对，就是恶心。我想报警，没有证据。我找老板说明情况，老板跟我和稀泥，说是我想多了。我彻底心寒了，一走了之，不跟这些烂人浪费精力。当然，我走之前也给他们留了点小麻烦。
做得好，这何尝不是一种逃避呢？他们又何尝不是成功了呢？我们女性在职场真的很不容易，拼死拼活做得再好，别人轻轻松松编点谣言，就能让你陷入泥潭。小念，我吃过亏，所以就想提醒你，是不是让林总稍微低调一点？不然就怕有什么非议冲着你来。你说这些天的情形，我这个没怎么谈过恋爱的人都能看出来，那别人肯定比我眼尖。当然，我一个字都不会提。陈总，谢谢你跟我说这些。我跟他考虑过这一点，但我们还是决定顺其自然。毕竟公司没有规定不允许办公室恋爱嘛，所以我们就想光明正大一些。其实，你遇见的事情，我上大学的时候也遇见过，当然情形没有你那么严重，但是那种含冤莫白、无法解释的感觉是一样的。而且很久之后，时不时还会突然想起，觉得很难堪，很委屈，就好像形成了一个阴影。所以我一定会竭尽全力，不让这样的事情再在你身上，在我们公司发生。你这话说的，好像你是我老板，要保护我似的。不是，哎，就是当时也希望有人能保护我嘛。其实当时也有朋友帮我安慰我，所以我懂。虽然呢你不是我老板，但是听着也莫名的有一点安全感。行，既然你跟林总的事情你没有考虑过，那我就不多嘴了。你别觉得我多管闲事就行。怎么会？我特别高兴。我觉得这双皮奶戴得太值了。行了，不早了，赶紧去洗澡睡觉。哎，等一下，陈总，你好像误会了，我跟林总还不是男女朋友关系。还？懂了。哎，以后叫我陈姐吧，我们部门的人都这么叫我，别搞得很生疏。早上好。我跟你说啊，陈姐人特别好。陈姐。一晚上就被别的部门收买了？不是啦，我昨天不是给他带了双皮奶吗？然后一不小心就说漏嘴了，是跟你一起出去的。然后他就特别好心提醒我，让我注意公司有礼。这也是我之前所担心的。不过陈总既然发现了，待会儿我就不用找借口。什么借口？这酒店的早餐很丰富啊，还有现做的肠粉。有广东特色哦。是挺不错的。待会儿你们吃完就飞回去了吧？我们？林总，你要改行程？我和西光打算退掉飞机票。改行程改签就好了呀，退掉了怎么回去啊？昨天晚上王鑫跟我提到，西光有点恐飞，我也是才知道。正好周末，我考虑了一下，
打算和他一起坐火车回去。你们俩确定要坐火车回去吗？我刚查了一下，10个小时左右呢。啊，也许途中下车玩一天。这个计划不错。行吧，那回头咱们公司见。小聂，再见。陈姐再见，王新总再见，一路平安啊！我们还要去别的地方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只是其中一个可行性方案，当然以你的意愿为主。我的意愿不用改坐火车。我妈说今年要去外面过年，所以我们可以坐飞机回去。我刚好锻炼一下。你确定我们坐飞机回去？我确定。你快问我为什么刚刚陈姐他们在的时候我不说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今天回去，所以林总，你愿意和我一起进行一个2天1夜的广州深度游吗？包吃包拎包的那种。愿意至极。那你知道哪里好吃吗？我现在查。我也不知道哪里好玩。我来规划路线。那你拍照技术怎么样？我态度好。那就这样，成交。接下来下去买一个重要工具。手机壳为什么是重要工具？懂啊。懂了。仿佛这个世界上我和你好，这个还有这个都要。好的。手机不可以，手机壳总可以。谢谢。连我手机上的这个，一共5个，多少钱？借你跟靓仔200块啦。你也靓仔，便宜点，100。100块就100块啦。靓仔，你真係思講價啦。謝謝啊。謝謝。你以后每天上班都用这个手机壳吗？那不会，广州限定。那就好。接下来你想去哪儿？大佛寺、广州塔、长隆，还是按照美食地图一家家吃过来？我想再去一趟七彩玻璃。是他们俩吗？你好。哎，你好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吴总和夫人带着小孩去长隆动物园看大熊猫去了，吩咐我们招待2位贵宾。这是我们魏工。你好。你好，打扰了，周末还让你们加班。啊，没事没事。吴总说2位是想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光伏玻璃花园。对，昨天路过的时候就觉得很漂亮，当时就想来看看。还有一些问题想咨询一下，不知道方不方便？没什么不方便的，您尽管问。哎，那里面请。好。你们打理的真漂亮，这个花园是什么时候建造的？大概有多少平方啊？2年前吧，大概300平方。我看侧面也有光伏板，那这能算是光伏建筑一体设计吗？严格来说是不算的，我们顶棚啊还是常规的搭建方式，侧面的光伏板只是简单的附加罗列，
和 BIPV 还是有差距。那光伏板总面积是多少呢？200平方多一点。那发电功率是3万左右，每小时发电30度。啊，对，日照好的时候差不多。那光照条件不足的时候，你们怎么处理啊？我们配备了地源热泵，就是可以做个储能循环，把多余的电存起来用。地源热泵储能循环系统，这个您能详细说一下吗？当然可以。等一下，我记一下。其实我还想问一下成本方面。魏工。啊，我们这个系统很复杂的，成本的问题我还要问问财务那边，要不你留个联系方式，回头我把资料直接发给你。行啊，你有微信吗？我们加微信。啊。花园很漂亮，我可以拍几张照片吗？啊，当然可以了。我有微信，我扫你。太好了。好，回头我把资料整理好发给你啊。谢谢，我通过了。啊，他好像是你老板吧？你让你老板拿包，真的好吗？我们公司吧是项目责任制，这个项目呢我负责，所以林总大打下手没有关系。我们林总人特别谦虚。哇，你们公司氛围真好，怪不得你们老板用这么特别的手机壳啊。辛苦你们了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哎，谢谢了。没事，不用客气。好。魏工，你们搞技术的真的是一根筋啊，这都看不出来。看出什么？就拎包啊。哦，后来我想想也正常，吴总有一次也帮我拎过包，我没必要大惊小怪的。就这样，下班了。哎，储能问题，其实我们的技术员也可以问。当然可以，但是这里面呢也有一点小小区别。什么区别？前些天我跟技术部门在讨论小花园的设计嘛，他们问了我很多问题，我就觉得我像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笨蛋甲方，所以就想偷偷的学习一下。那问外人就不会在公司内部暴露我的无知了呀。回去呢，我还打算买一些光伏方面的书，到宿舍里读。有道理，书不用买了，我给你。你有？当然。因为我之前也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副总，全靠背后偷偷学习，公司里才勉强撑得住场面。我们跨专业真的是太难了。可是你也不能因为自己淋过雨就把我拉过来一起淋雨啊！你怎么能这么理解我？这叫共同进步。我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好了，现在工作部分已经完成，接下来我们做什么？上午的老问题：大佛寺、广州塔、长隆，还是按照美食地图一家家吃过来？我选 D。开吃。几分？7分。180。心跳却越来越明显。你说你喜欢夏天，我只记得你那确实不错。你好，一共50。偷偷想你一整天，让我再靠近你一点点。每次说晚安之前，
单。这次我来吧。170，170，谢谢。你好像有点嫌弃我的手机壳，这可是我小时候的偶像。我哪有？不过你的偶像是猴子。孙悟空，只是画的圆了一些，眼睛也大了些。但是你看这里啊，耳朵上面夹了一根金箍棒，表明了身份。我看到了，我还以为是峨眉山的猴子抢了游客的香烟。对不起啊，大圣哥，我有眼不识孙悟空。不对，是这个手机壳画的有问题。为什么要把大圣画成这么圆润的 Q 版，还毛茸茸？你买的手机壳每个动物都没脖子。哎，我们不讨论这个。你的偶像居然是孙悟空啊！神界的。还分3届？那当然，小时候偶像有点多，不分区排名很难办。那时候我在白墙上给偶像们按智力、武力排名。你小时候居然这么活泼捣蛋，那你爸妈肯定很头疼吧？还好，你呢？我可是乖孩子，只是偶尔调皮捣蛋了一点。偶尔这一部分详细说说。在泥里打过滚，用树枝打败过大鹅。等一下，我们是不是漏掉了一家深井烧鹅店？好像是。哎呀，时间还早，我们现在去。10点了还早啊？这里是广州，又不是江苏。走吧，我们去排队。明天怎么安排？安排睡觉，我要睡到中午12点。那中午在附近找个吃的就回去。好。那晚安。晚安。Out of time when you are near, singing in silence and the world stops, spinning out of line so uncontrollably. When you are near me, in my dreams. 如果你要12点起来，也许早上我可以去安排一些小惊喜。什么小惊喜？很小，不一定有效。明天见。什么有效不有效？怪神秘的。明天见。这就是你说的大惊喜？小惊喜。全都是美食。早上起得早，就去把攻略上没来得及吃的东西都打包了一份，当然是能带上飞机的。路上吃点东西，也许可以缓解你的恐飞。原来你昨天说的不一定有效，是说这个，让我一路吃到上海吗？
飞机要飞3个多小时，一直吃可能会撑坏。那是怎么办？飞机颠簸一下就给你发一份，内容未知。盲盒。今天飞机怎么这么平稳？那不是好事。也可以小。没事，过去了。我还是不乱说。啊，有个一周没事了，快给我抽一个。这个。鸡仔饼。好吃吗？那不好吃什么？眼光真不错。今天飞机好稳，还剩下这么多美食，你打算做什么？当然是送给你。你不是有很多好朋友，从广州回来总要给别人伴手礼。不过作为出资方，我是不是有权知道你送给谁？你就是想要我的好朋友名单，对吧？对，策反名单。周末我们让司机来接，我们直接打车回去吧。苏州没有机场，好麻烦哦。哎，这样的话，我想去趟平安寺，来得及吗？平安寺？去那里干什么？我昨天逛大佛寺的时候突然想到的，一桩大事。谢谢。我陪你进去。不用，我自己进去就行。你不要打扰我。西瓜，你好像有点做贼心虚。怎么可能？我长这么好看，怎么可能做贼？你就在这看行李吧，我进去了。好。虚渊大神，对不起，上次我乱许愿了，但是我发现你有点太准了，我可以取消吗？或者我重新许个愿望？希望我们林雨森林总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的存在着，不要消失。还有，希望所有我爱的人都平安健康。